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和别人相处有时候呢就很融洽、很舒服，也有的时候呢好像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啊，似乎十分的僵硬啊。这其实就是对社交氛围的这种不同的感受。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啊都会优先从社交氛围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也就导致了一些人格类型的小伙伴呢更容易不解风情啊。当然，也有这么一群人啊，经常会像小太阳般去温暖和照顾到他人的需求。我是莎莎，专业人格分析师，带你了解浪漫靠谱的人格理论。ENFJ 啊，就是这种小太阳一般的人格类型，他们呢特别的愿意去照顾到他人啊。其中的 E 指偏好外向，注重主动性。N 指偏好直觉，注重未来 ；F 指偏好情感，注重意愿；而最后 J 指偏好决策啊，注重确定性。用一句话概括偏好 ENFJ 的核心追求啊，就是通过关注并且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需求啊，来建立起真正平等而且共荣的稳定关系。老规矩啊，为了避免巴纳姆效应，我们在深入了解这个人格类型之前啊，先来澄清一些娱乐化 MBTI 带来的误解。首先，因为 ENFJ 它是 E 啊，但是它同时也是 N 和 F， 所以它的这种外向性、主动性啊，更多的时候会体现在跟直觉、跟未来以及跟情感、跟人际相关的这个场合和情境啊，跟这些无关的场合和情境，他们往往没有那么强的主动性啊。那同时啊，因为他们是 N 加 J 的组合，这代表他们追求的是关于未来的确定结果。所以他们往往会对于长期的发展和在心中有方向性的计划，而且有一个需要去有一个预期。但是对于事情琐碎的细节什么几点钟要做什么，我这个今天买菜多少钱一斤是非常不喜欢去谈论的，也非常不喜欢去做这个计划。同样的道理，因为他们是 F 加 J 的组合，这代表他们追求关于人的意愿的这种确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在和他人相关的事情上，往往会比较追求计划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 ENFJ 的小伙伴自己玩，可能就是比较放松舒适，追求说，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比较自由但是带朋友一起，反而会操心很多，做比较全面的准备生怕别人玩得不开心，怕不能够确保别人的意愿被满足所以如果一个人平时就很热爱精打细算规划自己每天的细节，或者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怎么在意朋友家人的这种意愿感受那基本他不会是偏好 ENFJ 类型的小伙伴有其他更符合的人格类型。关于 ENFJ 那些作为满分好朋友的特质，我就不赘述了。总之给他们在这方面超级夸夸我这里分享一些他们别处都不会提到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又非常真实和重要的特质。首先第一点他们讲究关系的平等，但又极其讨厌把利益摆在明面上。ENFJ 他们并不是傻白甜，他们比很多人都清楚，一段健康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但是他们认为互相提供价值应该是不用言说的，大家都默认的这种社交规则如果把这个摆在明面上，很容易让他们觉得难堪尴尬。自然他们就因此很不愿意去主动提到金钱报酬之类的事情，往往这个呢也会让他们容易受到一些委屈因为他们不提，并不是说他们自己就觉得不需要，而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约定俗成的嘛，有付出有回报，很公平。但如果对方有的时候就真的想白嫖他们或者是就是没有这个回馈的意识，那他们会觉得很受伤比如我最近想做一个测评网站，向一个 ENFJ 的编程老哥求助，每次我提到报酬他都摆手三连我们在意这个干什么呀？我们别提了呀，我们以后再说吧到底什么债对 FJ 类型的人来说最难还不是劳务报酬是人情债。第二条，他们建立关系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更多更好的关系。ENFJ 去建立关系，去认识朋友，并不是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如果非要说客观的社交标准他们的标准往往是这个朋友是否能帮助他们认识更多的朋友这并非是一种功利是他们打心底里认为和更多的人连接是一件有价值而且美好的事情。所以如果和一个人交朋友会让 ENFJ 现有的朋友和家人感到难过，感到拒绝抗拒，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纠结的。一方面他们会觉得明明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应该更宽容的去接纳一个新的个体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说那我不能忽视我已经有的朋友家人的感受有这种情况简直就是折磨他们往往会尽可能的去协调好新朋友和旧朋友之间的关系，竭尽全力的让大家至少不要彼此讨厌。没什么比当夹心饼干让他们更痛苦的了如果放到电视剧里，可能 ENFJ 的台词就会是我求求你们别吵了，明明可以好好相处的，要不你们一起骂我算了好，第三条，他们也渴望优秀，但是更渴望的是被接纳和认可。虽然说 ENFJ 都是关系导向的嘛但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做到卓越。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们的卓越不能让他人觉得不舒服、不合群。在性格咨询中有一个很常见的提问，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ENFJ 是最抗拒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不是说他们没有个性，无脑的认同别人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去挖掘复杂视角下的共同点。他们认为能彼此认同的越多我们的共性越多，也就越容易去保持良好持久的关系，建立起这种共荣的进步。如果他们的优秀和卓越是众望所归，比如说他们带领校队获得了胜利，大家都欢呼雀跃他们绝对感觉超好，而且动力十足。但是要是这种优秀和卓越会给他们的这种熟悉的朋友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那种直接激烈的冲突像是竞赛踩着他人的失败成功那他们会感到极大的压力和不舒服。第4条，他们并非不重视物质只是更看重未来的发展。如果一个人总是以他人现在的样子去评价他，那这个人大概率不会是 ENFJ， 因为 ENFJ 特别的在乎的是发展性，更看重的是人的长期潜力，而不是当下或者已经积累的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没学历、没家境，甚至没工作，但是 ENFJ 会看重这个人是否有在努力，特别是这个人努力的方向是否有发展的前景。他们格外的在一个人尚未成功的时候，就愿意给他们欣赏甚至实质的支持。因为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所支持的人获得了成功，让 ENFJ 觉得更加欣慰和满足的了。所以很多 ENFJ 反而会和那些在普通标准下的失败者成为朋友咋一看似乎和第2条特点有点冲突。但是就像之前人格特质中提到的，他们关注的不是现在，是未来也就是一个人的潜力这让 ENFJ 很多时候愿意成为那个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人，也是他们特别宝贵的品质。第5条，他们有时候会着急的行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显而易见虽然 ENFJ 属于直觉 N 的类型，似乎更投入在愿景上，但实际上他们非常乐于快速的做出行为反应，取得现实的回馈这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该怎么做以及这么做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些关于未来的预期非常的真实，以至于他们迫不及待的希望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预期。一旦有个比较清晰的想法觉得可行， ENFJ 会倾向于赶快去做这在大部分时候是很好的决策，但是偶尔呢会因为考虑的太过着急有的显得有些鲁莽。而当 ENFJ 和他人相处的时候，他们这种潜在的问题就是说别人的视角未必和他们一样他们眼中可能很显而易见应该做的事情，可能别人真的没看到这种情况就会让 ENFJ 有的时候显得有点耐心不足也会让他们格外的去欣赏那些危机处理能力非常强大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和他们相处时察觉到他们着急只要去讲清楚你自己到底在犹豫什么，你没有理解到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你对什么东西还有困惑，他们很乐意去跟你沟通清楚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的预期的，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耐心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至少还在进展当中。第6条，他们确实在意关系，但不代表他们不在意事实真相。很多人会觉得 ENFJ 很像老好人或者和事佬好像就是喜欢端水悄悄告诉你们的一个秘密ENFJ 虽然会试图端水，但他们做的更多的是调整事实的表达方式，而很抗拒直接的欺骗。举个例子可能为了让双方和好，他们会强调双方对彼此的称赞，而刻意弱化对彼此的指责，但他们很难违心的去捏造一个事实出来。比如说一个人说某某什么都好，就是长得太矮了可能到 ENFJ 媒婆这里就变成了你知道吗，对方说你各方面都不错总之是很满意的所以很多 ENFJ 会奉行的这种原则是在不伤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传达真相，而绝对不是为了让对方开心去无中生有去刻意讨好而他们为了找到这里的平衡，其实自己已经经历了很多矛盾和挣扎了。所以真的不要再以为 ENFJ 就是讨好型的烂好人听了这些关于 ENFJ 的特点，有没有让你更了解他们或者更了解 MBTI 呢在最后呢，我也想送给所有 ENFJ 的小伙伴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则好消息，好消息是你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厉害，你能有多爱这个世界，你能到达什么成就，你的潜力有多少。最后回到我们的标题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懂氛围结合我们视频的内容，你有答案了吗？为什么 ENFJ 能如此的在相处中让人舒适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交流。下期呢，我们聊一聊到底怎么简单又直观的读懂 MBTI 中的4个字母吧。我是刷刷，专业人格分析师，我们下期再见啊。